偶像劇還甜。宋威龍看趙今麥的眼神曝光，網友集體淪陷。如果說偶像劇最讓人上頭的瞬間是男女主角終於四目相對，那麼宋威龍和趙今麥最近被網友反覆討論的畫面，或許就是現實版的眼神有戲。明明只是一次公開活動，明明兩個人只是站在一起聊天，可鏡頭一轉，宋威龍看向趙今麥的那一秒，卻突然讓整個畫面的氣氛變得不一樣了。有人說，這就是偶像劇男主看女主的標準眼神。也有人笑着表示，本來只是來看活動，結果被兩個人的氛圍感直接拐進了坑。更有網友一句話總結得特別直接，如果這都不算甜，那偶像劇還有什麼好拍的？當然，先說清楚一點，目前公開信息並不能證明兩個人現實中存在戀愛關係。網友討論的重點更多是來自他們在驕陽似我宣傳期間，以及綜藝、直播和公開活動中的互動。但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這裡，真正讓觀眾反覆回看的，並不是某一句特別曖昧的話，而是那些看起來很自然，甚至不經意的小動作。而這可能才是宋威龍和趙今麥這對搭檔最容易讓人上頭的原因。第一，為什麼偏偏是一個眼神就能讓網友集體淪陷？很多明星營業的時候，觀眾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面對鏡頭，微笑，擺姿勢，靠近一點，再來一個互動，這些都是宣傳期非常常見的流程。但宋威龍和趙今麥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很多互動並沒有明顯的準備感，尤其是在兩個人聊天的時候，宋威龍有時候並不是一直盯着鏡頭，而是會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趙今麥身上。這種狀態非常容易被觀眾捕捉，因為鏡頭不會騙人嗎？其實也不能這麼說，鏡頭同樣會放大情緒，也會讓一個普通的停頓，一個微笑，一次對視，看起來比現實中更加有戲。所以真正值得看的，並不是一句他看他了，而是這個眼神發生的時候，兩個人究竟處在什麼狀態。如果只是為了營業，那麼兩個人通常會同時看向鏡頭，配合攝影師完成畫面。可是當他們進入聊天狀態以後，眼神、笑容和接話節奏就會變得更加生活化。也正因為這種自然感，才讓觀眾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烈的錯覺，他們不像是在拍宣傳照，更像是一對已經非常熟悉彼此節奏的搭檔。第二，真正讓人上頭的其實不是眼神，而是眼神之後。這一點特別重要。如果只是一個眼神，那麼熱搜可能一天就過去了。可是宋威龍和趙今麥真正讓觀眾反覆討論的，是他們在很多不同場合中展現出來的互動模式。例如直播時，兩個人可以一本正經地互相接梗，趙今麥吐槽，宋威龍馬上反擊。宋威龍開始耍帥，趙今麥又毫不客氣地拆台。表面上看，兩個人一直在互相嫌棄，但奇怪的是，這種互對並不會讓人覺得尷尬，反而有一種非常自然的熟悉感。宋威龍甚至曾經因為趙今麥的一句話或者一個反應，馬上改變自己的節奏。這種你一句我一句的互動，比單純的甜言蜜語更容易讓觀眾產生代入感。因為現實生活中的關係，真正舒服的時候，往往不是一直說情話，而是可以隨時接住對方的梗。你吐槽我一句，我馬上還你一句，你笑場，我跟着笑。這種互動看起來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卻會讓人覺得兩個人好像真的很熟。第三，宋威龍的反差感也是這對組合最容易出圈的地方。熟悉宋威龍的觀眾都知道，他本身就很容易給人一種冷峻、安靜、距離感比較強的印象。尤其是在正式活動裡，他往往屬於站在那裡就很有存在感的類型。可是到了趙今麥面前，他經常會出現另一種狀態，不是完全改变性格，而是明顯更放鬆，會開玩笑，會主動接梗，也會出現一些略顯幼稚的瞬間。這種反差恰恰很容易擊中觀眾，因為一個人在所有人面前都是同一種狀態，觀眾不會覺得特別。
但如果一個平時看起來比較酷的人，突然在某個人面前變得活潑、搞怪，甚至有點幼稚，大家自然就會開始尋找原因。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一定存在愛情。演員在合作過程中產生默契，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從觀眾的角度來看，這種反差確實非常有戲劇效果。第四，趙今麥為什麼能夠接住宋威龍的節奏？其實，如果只有宋威龍一個人在主動，這段互動也不會這麼好看。真正讓龍脈氛圍感成立的是趙今麥的回應。趙今麥並不是那種會一直順着對方說話的類型。宋威龍耍帥，他會吐槽；宋威龍開玩笑，他會接；宋威龍突然認真，他又可以用一句輕鬆的話把氣氛拉回來。這種一來一回，讓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非常有彈性。所以網友為什麼會覺得他們像偶像劇？不是因為他們每一個動作都很甜，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有時候太像真實朋友之間的相處方式，有時候甜，有時候互懟，有時候突然安靜，有時候又因為一句話一起笑起來。這種不完全按照劇本發展的狀態，反而比刻意撒糖更加容易讓觀眾相信他們之間確實存在默契。第五，驕陽似我為什麼成為關鍵？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角色關係已經提前幫觀眾建立了情緒基礎。宋威龍飾演的林宇森與趙今麥飾演的聶曦光本身就是一組具有強烈情感拉扯的角色，劇中有距離，有誤會，有靠近，也有逐漸產生的依賴。所以當觀眾看完電視劇之後，再看到兩個人在現實活動中的互動，大腦會自動把劇中的情緒帶回現實。這就是所謂的角色濾鏡。你明明知道他們是演員，你也知道他們正在宣傳作品，可是當他們現實中再次出現類似劇中的動作，比如對視、靠近、保護、互相接梗時，觀眾還是會忍不住產生聯想。這並不代表聯想就是真的，但不得不承認，這種角色與現實互動之間產生的錯位感確實非常有殺傷力。第六，最甜的可能不是主動，而是那些下意識的反應。為什麼很多網友喜歡逐幀看明星互動？因為主動營業其實很容易做到。真正讓人好奇的是沒有準備的瞬間，比如一個人說話的時候，另一個人是不是第一時間轉頭？比如現場有人講話時，兩個人是不是會同時看向對方？比如對方突然笑了，自己是不是也跟着笑？這些動作本身沒有任何明確的愛情含義，但它們可以反映出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兩個人之間是不是足夠熟悉？而宋威龙和趙今麥在公開活動、直播以及綜藝中的很多互動，恰恰給了觀眾這種感覺。他們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套只有彼此特別容易接住的節奏，所以網友才會不斷回放。不是因為一個動作可以證明什麼，而是因為連續出現的互動，讓人感覺他們之間的默契確實很強。第七，綜藝才是最容易暴露真實狀態的地方。電視劇裡演員可以按照劇本表演，採訪中也可以提前準備，但綜藝不同，尤其是多人綜藝，主持人隨時可能拋出問題，遊戲也可能突然改變規則。這種時候，兩個人之間真正的熟悉程度很容易通過接梗速度表現出來。宋威龙和趙今麥在宣傳期間參加的一些節目中，就曾出現過大量互相調侃、複刻劇中名場面以及快速接話的互動。這些內容之所以被網友喜歡，並不是因為每一幕都像愛情，而是因為他們的反應速度很快。一個人剛說完，另一個人就知道該怎麼接。這種默契需要時間，也需要雙方都願意進入對方的節奏。第八，為什麼網友會說這不是偶像劇，這是售後？這個詞其實非常有意思。所謂售後，就是電視劇播完以後，演員還能夠繼續通過公開活動，讓觀眾感受到角色之間的氛圍。對於一部愛情劇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觀眾真正捨不得的，往往不是劇情結束，而是人物之間的關係結束。當宋威龍和趙今麥在劇集收官之後，依然因為各種公開活動產生互動，觀眾自然會覺得林宇森和聶曦光好像沒有真正離開。他們從屏幕裡面走出來，又出現在綜藝、活動和直播裡，哪怕只是一次簡單對視，都可能讓觀眾瞬間想起劇裡的那些名場面。所以所謂甜，很多時候並不是演員本人做了什麼，而是觀眾已經擁有了一整套情緒記憶。第九，但是我們也必須給甜留一點邊界。娛樂內容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把網友的猜測直接當成事實。看到一個眼神就說戀愛，看到一次牽手就說官宣，看到一起吃飯就說見家長。這樣的解讀雖然很容易制造熱度，但並不嚴謹。目前公開互動可以說明的是，兩個人合作之後確實擁有很強的熒幕和綜藝化學反應。至於現實關係究竟是什麼，則不能僅憑幾個鏡頭下結論。所以我們完全可以一邊磕一邊保持清醒。喜歡他們的互動，不代表一定要給他們貼上情侶標籤。欣賞他們的默契，也不需要把所有細節都解釋成愛情。這種距離感反而能夠讓這份甜保持得更久。第十，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這對組合能夠持續出圈？娛樂圈從來不缺高顏值男女演員，也不缺 CP， 但能夠讓觀眾在作品結束之後還不斷回看互動的人其實並不多。宋威龍和趙今麥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來自一種非常簡單的視覺和情緒組合，一個高冷感比較強，一個自然靈動，一個偶爾突然認真，一個喜歡輕鬆吐槽，一個負責制造反差，一個負責把反差接住。於是兩個人站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完整的畫面。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一次普通同框都可能被網友剪成幾十秒的視頻。因為畫面本身已經有故事感。第11，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宋威龍看趙今麥的眼神到底意味着什麼？如果一定要給出一個答案，我更願意說，它首先意味着一種熟悉和默契。至於是不是愛情，沒有公開證據能夠讓我們直接下結論。但從觀眾的角度來說，那些自然的笑容、快速的接梗、彼此之間的關注，以及偶爾出現的害羞和躲閃，確實構成了一種非常強的氛圍感。而這份氛圍感，正是驕陽似我留給觀眾最有趣的售後彩蛋。你可以把它看成演員之間的默契，也可以把它看成角色濾鏡延續到了現實。當然，你也可以單純把它當成一對高顏值搭檔之間非常舒服的相處方式。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故事。第12，也許這才是宋威龍和趙今麥最讓人上頭的地方。他們不需要每一次見面都制造驚天動地的名場面，一個眼神，一次笑場，一句吐槽，一個下意識的轉身，甚至只是兩個人站在同一個畫面裡，都可能讓觀眾重新想起林宇森和聶曦光。這就是優秀熒幕搭檔最厲害的地方，他們已經讓角色之間的情緒進入了觀眾的記憶。所以當現實中的兩個人再次同框時，觀眾自然會把那份熟悉感重新找回來。至於他們現實中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們不妨把答案留給當事人。因為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作品，是他們在鏡頭前展現出來的專業，以及那種讓觀眾願意一次又一次回看的化學反應。畢竟娛樂圈每天都有新的 CP， 但真正能夠讓人記住的，從來不是一句他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多年以後，當我們再次看到那個眼神時，依然會想起那個冬天，想起驕陽似我，想起林宇森和聶曦光，也想起宋威龍和趙今麥曾經帶給我們的那份心動。所以，你覺得宋威龍看趙今麥的那個眼神，到底是角色濾鏡、搭檔默契，還是確實藏着一點特別的情緒？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如果你也喜歡宋威龍和趙今麥的互動，記得點讚、訂閱頻道，
也可以把這期視頻分享給同樣喜歡他們的朋友。感謝你的觀看，我們下一期娛樂故事再見。